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欢迎再次来到 Mars Brother 频道。在市场经历3月份的跌幅后，三大指数全线从底部开始了20%以上的反弹。虽然今后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在美联储持续不断的吸金呵护下，我们已经迅速走出了深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精力放在了疫情后经济该如何恢复的进展上。就在这样一个3月底的 V 字形走势成为历史时，回过头去看已经发生的事情，适时的做一些反省和总结，我相信是会对我们的投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比起以往的股市崩盘，2020年肺炎疫情所带来的跌幅，在短短1个月时间里就下跌超过1/3。这种速度和陡峭的程度，是我们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2002年互联网泡沫中都没有看到过的。一方面，恐慌的情绪在市场中的传播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羊群效应会让很多人根本不在乎经济基本面的转变，只希望能够早点套现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而另一方面，在如今的交易环境中，量化策略也逐渐成为主流的选择之一。仅仅符合一定的数值条件下触发了买卖，更加无法去进行反常规和理性的思考。所以最后市场出现了一种超过真实影响过分的下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ETF 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这场抛售中最高效的助退剂。ETF 是一篮子的投资标的的集合，按照既定的标准去选择持仓的内容，却不折不扣成为了过去10年牛市长跑中的大赢家。目前市值最大的3只 ETF SPY、IVV 和 VOO 都是以标普500为基准的 ETF。 和挑选单独的公司股票不一样，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投资 ETF 会更加重视于市场的整体走势和买卖时间点。所以当无数投资人在选择 ETF 时，他们也极少关注 ETF 中每一个单独公司的估值和潜力。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无法排除 ETF 中会掺杂各种各样优秀的公司、一般的公司和糟糕的公司，但对于 ETF 投资者而言，集体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糟糕的公司也自然会在鸡犬升天中产生虚高的泡沫。相对应的，在 ETF 卖出时，它所产生的效应也是一刀切的。投资者不会去考虑 ETF 中的苹果、谷歌、亚马逊是否应该卖出，而是简单明了做出判断，即整个市场现在应该卖出。这个结论本来就是违背逻辑的，因为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有公司能够抓住其中的机遇，迅速成长。即使 ETF 的分散性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资股市的风险，但同时牺牲的却是对底层投资标的的判断能力和这种判断能力所给你产生的额外回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消极被动的投资逻辑也让 ETF 成为被动投资的典型代表。根据 Morningstar 的数据，被动投资基金的市值已经在过去10年中猛增，几乎达到跟主动基金平分秋色的程度。而 ETF 被大家所追捧的根本原因有3点：一是无脑到不用去理解的投资逻辑；2是超低的投资成本；3是看起来还不错的投资回报。绝大部分 ETF 的费用在 0.1% 之内，这样的廉价性非常受到各种规模投资者的喜爱。其次，得益于美股源源不断的上涨动力，举例而言，包括最近发生的跌幅在内， SPY 在过去5年中提供了 50% 以上的涨幅，这是在其他种类投资中都难以看到的高回报率。因为大量高效率的抛售通过 ETF 进行，所以在这次的波动中， ETF 也一如既往扮演了流动性杀手的角色。 ETF 泡沫的论调一直非常流行，只要 ETF 仍然跟市场挂钩，我认为其实就没有所谓不真实的价格。但是对于那些过分依赖 ETF 的投资者而言，暴风雨过后的平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投资选择。当通过消极投资享受丰厚收益时，你对于看不见的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否也有完全把握呢？当 ETF 越来越受欢迎时，我们无法忽视 Mutual Fund 互惠基金的存在。互惠基金更像是投资者把钱交给基金公司，然后委托给专业的人士进行投资。这种涉及更复杂的投资策略跟主观臆断的投资选择，也自然被称为是主动投资。同样是作为一篮子的投资标的工具，除了被动持仓跟主动筛选之间的性质区别，互惠基金因为会涉及到更高的运营管理成本，所以它比 ETF 收取更高的标准费用，并且设定了一定的最低投资门槛。而且互惠基金会展开更加丰富的调仓，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公开实时的净值，一般会间隔数小时，或者是每个交易日更新一次价格。同时，为了防止过于频繁的二级交易影响基金持仓，部分互惠基金甚至规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锁定期，
当然，根据封闭时间的长短和规则，我们又可以在里面细分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既然设置了那么多不便和门槛，那么互惠基金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收益。黑石 BlackRock 是目前全球知名的资管公司之一，它提供了五花八门的互惠基金选择。我挑选了管理资金相对比较高的3大类互惠基金，分别是货币型、债券型和股票型，当然也有涉及到多类资产的混合型互惠基金，以及使用正反双向金融手段实现对冲的对冲基金。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Strategic Income Opportunity Fund 编码 BSIX， 这是一支货币型的互惠基金，费率为 0.85%， 在过去10年的净值中，平均每年上涨了不到 3.5%， 同时还提供了 3% 以上的股息分红。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持仓主要是以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为主的，所以也尽可能提供了安全性。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 High Yield Bond Fund BHYRX， 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费率为 0.62%， 在过去10年的净值中，平均每年上涨了 5.6%， 同时还提供了 7% 以上的股息分红率。我们也可以在 portfolio 中看到它的债权方有甲骨文和 Transdime 等等。 67% 的债务来自于美国公司，其中 22% 为证券化产品，接近 30% 的债务方评级高达 3A。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 Global Allocation Fund 编码 MDLOX， 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费率超过了 1%， 在过去10年的净值中，平均每年上涨不到 4%， 但同时也提供了年化 3% 以上的股息分红。虽然它的分红每个月都有，因为大部分股票都是季度分红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分红的对应分布。从它的 portfolio 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包括了 58% 的股票， 26% 的固收， 3% 的商品和 10% 的现金。就在上面这3支互惠基金中挑选，你是不是觉得前面2支特别厉害？它们作为货币和债券型的基金，在收益率上甚至可以跟标普指数相媲美，那很多人就会蜂拥而至去抢购这些历史回报非常好的产品。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特别绝望的消息，无论是 BSIX 还是 BHYRX， 他们的认购起点都是200万美金，所以说了，有钱人总是能够很轻松的去赚到钱。但是如果你考虑使用互惠基金去多样化自己的投资组合，基金的种类、投资策略、费率、长期历史表现、股息分红和持仓情况是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基金的种类是货币型、债券型、股票型还是混合型？费率在同样类型的基金中是否具有优势？长期的历史表现是否已经跑赢了相对应的 benchmark 指标？以及持仓情况的细节性是否经得起推敲？这都是投资者在决定购买之前需要做的功课。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BlackRock 自己没有提供直接购买的方式，那么我们去哪里购买这些互惠基金呢？老虎证券最近推出的基金超市就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渠道，你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偏好的基金类型，查看历史回报和基金概括，并一同了解交易规则，进行并且完成最后的申购。提到老虎证券，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所有视频中，1月13日所发布的从老虎证券到 TDM Trade， 这个视频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3000次。我做那期内容的初衷是为了总结一下我自己在2019年的投资结果，无论是里面涉及到的对于2家券商的评价，以及我自己的投资习惯，感兴趣和持有认同观点的观众非常多，其中也包括老虎证券他们自己。也许很多人问我对于不同券商的看法，对不起，因为我并非是在做券商平台的评测，无法详细的回答每一个问题。但是我对于券商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观点，券商是投资者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有可靠适合自己的工具。当一个料理人无法做出好吃的菜肴时，规则与菜刀肯定是不正确的，更何况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券商都提供了 paper trading， 也就是虚拟交易的功能。我们也可以通过试用去更好了解平台的属性。作为一个新手 YouTuber， 我很感谢老虎证券纠正了我之前视频中一些比较片面的观点，甚至还有一些信息时效性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托管问题，比起券商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交易功能之外，资金的安全性明显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券商在早期发展都会借助大公司的平台来构建一个稳定的运作机制，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像目前市面上好几家中小型的互联网券商都是从盈透的全披露介绍经纪商 Fully Disclosed Introducing Broker 开始起步的。对于全披露的经纪商而言，它具有告知客户其背后是盈透的义务，客户的资金也必须是通过盈透的渠道，经纪商只能协助客户发起转账指令。举例而言，这有点类似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利用律所的资源和场所，合伙人可以个人展开业务，案件成交时同样需要交一部分的费用给律所本身。但是2018年年底，老虎证券从全披露介绍经纪商升级为非披露经纪商，
好吧，我们原来认识的合伙人独立出来了，自己成了一个律所。当然，好多人像我一样，因为营透的手续繁琐，可是老虎开户便捷，操作界面本土化、改善等原因，一开始选择老虎人就会身心疑虑。虽然我委托的律师还是原来那个合伙人，可是他不在原来律所了，我还应该相信他吗？当然，谈到钱的时候，谁都会额外谨慎一些。我无法及时了解的一点就是，老虎证券为了消除投资者的疑虑，展开了一系列独立之后的持续发展。随着 Robinhood 的崛起，互联网券商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但在简洁好用，甚至主打移动端的基础上，老虎证券的发展方向更加偏向于多区域的国际化。比方说，它的交易范围囊括了港股、A 股、伦敦甚至新加坡市场。为了实现和保障各个国家与司法管辖区内业务发展和推广的合规性，老虎证券集团内部也在不断强化自身的硬件资质。从老虎证券的新西兰主体成为 NZX 会员并且获得券商牌照，到老虎证券的新加坡主体获得金融监管局的资本市场服务 CMS 牌照，以及老虎证券的澳大利亚主体拥有了澳洲的 ASIC 牌照，和老虎证券的美国主体成为了金融业管理局 FINRA 的会员，并且通过收购实现了存托和结算业务的完全独立。于是针对我之前所提的疑问，老虎证券针对多个入金账户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解释，并且在其美国公司获得资质之后， ACH 的渠道也如期开通了，而我恰恰就是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段感觉到了些许不便。幸好的是，老虎证券也在提供更多便捷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服务，这也是我为什么多个券商同时使用的原因。老虎证券提供范围超级广泛的免费的实时期货行情，特别是在盘前盘后的时候，我会一直关注期货主联走势，来判断和预测市场的动态，尤其是黄金、比特币、外汇、原油、VIX 的期货行情都非常有参考的价值。同时，老虎证券个股2级的菜单做得非常清晰，你不用去查找财务报表，就可以看到每一家公司过去5年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分析的同比变动。直观的图表可以让投资者在几十秒内对于公司过往几年的财务健康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并不希望我过去的主断臆断给大家留下比较片面的影响。有些人是短线的日内交易者，有些人喜欢中段去做一些波段套利，还有一些人想要通过股票去实现资产配置，那么自然都有最适应他们的工具。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按照自己的理想状态去实现最终的财富增长。有任何你感兴趣的投资话题，请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吧。